们现在下来回来看隔壁的帐篷，它上面的那个顶完全摧毁了，那它这个帐篷应该还是可以的吧？应该骨还没有断。我们购物完了过后回的时候，经过这一个地方就停下来看一看。这里是免费的，这里是公共的沙滩。博德森的海边呢，它的风是非常的大的。沙滩在那一边，可以看到有人在游泳。在我的记忆中呢，博德森的海应该是没有这么美，也许是因为之前封国的关系，变成它完全零污染，于是那个海洋变得这么漂亮去了。请大家记住，地球不是你的，也不是我的，永远都是下一代的。希望人类可以停止污染大海以及大自然。买了食材，逛了一下，现在3点钟了，我们才要开始煮午餐。目前是3点08分，温度32度。隔壁的邻居。有人来钓鱼。这么热的天气，就是要跳水的嘛。现在涨潮了。小弟弟要去划船了。划船了，划船了！哎呦，秀哦！饭每次蒸上来都会一颗一颗粘住的。炒了一碟青菜，还有炸鸡。要准备开始享用我们的午餐了。现在是下午傍晚时间，超级热。很多人来这边钓鱼。后面的全部是来这边钓鱼。涨潮的感觉多么爽！我的无线风扇正在充电。太阳能板。给大家说一说这里的收费是如何计算的。在这里露营呢，它不是算人头。它是以一辆车，如果你是车路是一辆车，如果你是搭帐篷的话是以帐篷来计算。每辆车和帐篷的收费呢是38零吉。当然，你可以跟老板商量，可以打个折扣，不要说是我教你的哦。流浪到没有钱吃饭了，吃杯面了。他们也是吃杯面的，节目都没有钱了。然后那边也在吃杯面呢。我们现在在经历一个很可怕的大风暴，这个风很可怕。现在是凌晨3点半。现在隔壁外层的那一个帐篷已经被风吹倒了，他们一家人也已经开车离开这个地方了。我们现在还在逃难，因为那个风真的太可怕了，风吹到我们这辆车都会摇啊。那个暴风雨多么的可怕！因为我们在树下，当然很多树枝一直掉下来打在我们的车顶上面，而且这辆车摇晃到很厉害，很厉害。我们隔壁的那个帐篷那一队的那一家的马来人，他们也逃跑了，已经跑掉了。他们的帐篷也完全被摧毁了，太可怕了！刚才的风。
所以我们现在下来这个比较宽阔的地方，没有风的地方，现在我们车还是在摇晃的，蛮厉害的。这里是 campsite 的入口处，这里就很宽，然后我们两辆车停在这里，等风暴过后我们才回去吧。我们很多东西都在营地，来不及整理了。刚才马上上车，刚才马上爬来车头刹车，已经跑来这里了，在这边等。现在的风会比刚才稍微弱了，然后雨呢就还蛮大一下。我们也暂时还不敢回去，我们就先继续在这边等一会，小睡一下，等一下再看怎样，我们才回去我们的营地吧。现在是凌晨4点多要5点了。这个风呢是已经变到很小了，但是雨还是蛮大。我们还是没有回去了，我们现在还是停在这个入口处的地方，因为这边比较宽阔，没有树。我们还在这边等看情况如何，我们才决定要不要回去营地里面。我现在看到，因为电线全部在地上泡着水，所以我们不能回去这个位置，我们要停到这边去，怕等一下中电了。现在的浪是好可怕啊！那个海浪被风吹到，好像那个可以冲浪的感觉一样，你看到吗？看得到那个浪它弹上来吗？不确定你们看不看得到？是那个浪真的好大好大。现在是早上5点21分了，温度是24度。我们现在营地里面，营地的入口呢也是那种电线和它的一个凉亭都已经被吹倒了，进来的时候会有点障碍。我们要等下天亮的时候再看这样子处理一下。因为我们之前所停车的位置是已经积水了，我们的东西全部还在那边。我们现在停在我们之前停车的地方的另外一个的对面。因为这里也没有树，也比较没有这样担心。现在要先休息一下，等天亮了再看这样子处理吧。现在是早上7点半。非常严重，浪没有昨晚这么大了，昨晚的好可怕。残骸积水，桌子飞到这边去，桌子原本在这里了，飞到那边去，哇，这个很严重。好大的树枝！现在浪还是蛮大，其实是在退潮了。现在，昨晚涨潮的时候呢，就太可怕了那个浪。被折腾了一个晚上都没有睡好，现在先去睡一觉，等下起来再吃早餐。刚刚睡醒了，现在开始来享用我们的早餐。今天早餐有点丰富哦。OK， 那开动了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我们现在要，我们现在启程回家了。
讲话一点打结，因为昨晚太过惊险了，也算是有惊无险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收拾完，现在开着车准备回这家，结束这一趟的旅程。其实我已经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没有来过博德森海边了。过去这一边的海呢是没有那么的漂亮，因为它受到蛮严重的污染的。这一次来到这里，的确有让我惊喜到，这里的海域真的是变到了很漂亮了。至于这个收费的营地呢，价格虽然高了点，不过基本上还是很值得来的。我在这里待了3天，也看到了每天蛮多人进来这里捕鱼，或者是退潮的时候去抓虾、抓螃蟹、抓索东。但是这个地方呢，它并没有招牌，它的入口处也并不是很明显。我那天来的时候，因为是晚上了，所以在晚上的时候会蛮不好找的。至于大白天，你只要跟着位置的坐标，它就可以准确的把你带到这个地方来了。下一回我北上的时候，我还是会再次光临这一个地点的。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还有点意思的话，记得订阅以及打开小铃铛哦。